好，我们画一个4尺3开的吧，画一个4尺3开。4尺3开。来，一样的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怎么画呢？还是来写生这个花吧，写生花吧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一朵花特别好看，一个塔式的花特别好看。要不画一个玻璃瓶，好像咱们好久没画了啊。那就画一个玻璃瓶吧。来画花，安排多少朵，能画下多少朵就画多少朵啊，画多少朵，后面再来一个瓶子，可以装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好，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啊，花的话不知道多少朵，能放下多少朵，咱们就画多少朵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找一下这个花来写生。那么先来画这一朵花，不管那么多，先写成一朵花。这朵塔式的花挺好看的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看到这朵花是什么颜色？来，一起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看一下你这朵花，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你们眼中它是什么颜色呢？那这朵花肯定是要底色的，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啊，加胭脂。咱们今天用一点珠标吧，好久没有用珠标了啊，珠标大红，用牡丹红还是用曙红呢？用牡丹红，胭脂。好，辅助颜色看一下用一点什么？辅助颜色，太清蓝还是不想用一点赭石吧。把底色调浓一点，然后加一点赭石，辅助颜色用一点赭石好了，就加点赭石就好了，或者是焦茶吧，用焦茶吧。赭石它稍微有一点点火，用焦茶这个颜色它可能显得更稳一点点，焦茶它没有那么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些颜色来画。那首先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。首先我们先调底色啊，底色是这个太白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，太白3绿胭脂。好，太白就是我们到现场看很多家人们加这个太白加太少了，太白要稍微的多一点点哦，不要调的太稀了啊。好，我们加点水啊，来调和。来，我们3粒胭脂放在碟子边上，慢慢往里加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了啊！待会儿太深了。慢慢往里加，一定要把它充分的搅匀，让它非常均匀的。
这还是太淡了一点点啊，我们再把这个三绿和胭脂再加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天呐，这一下这个胭脂就加太多了，这一下这胭脂就太多了，太红了啊，太红了怎么办？太红了，我们再加点三绿啊，胭脂加太多了，太红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哇，这太黑了，有点黑啊，有点黑，但就这样吧，黑一点、深一点、浅一点都可以用哈，都可以用。可以用啊，没有关系啊，黑一点就黑一点。所以说有些家人说，老师究竟要调到多深呢？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，你深一点啊，颜色深一点、浅一点都没有太大问题，只要不要太浅了。如果说你加的三绿和胭脂太少了，就看不出来有加，那就太少了。所以加的差不多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我们的这个什么颜色？这个颜色还没有调好，我们就把它拿开了。颜色还没有调好呢，还有这个我们画花的颜色还没有调上。颜色我们有这个珠标啊，珠标，找到我们的珠标，大红。珠标大红、牡丹红，还有这个胭脂、焦茶。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薄薄的一层哈，薄薄的一层珠标，调在笔肚里面。好，然后再调一点点大红，然后调一点点牡丹红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虽然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画颜色有一些不一样啊，跟我们的这个写生的这朵花的颜色有一些区别，但是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，也不会难看，是不是？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，我们画成这种颜色也不错的啊。因为我们的底色调的比较浓，大家都叫我重新调一个底色比较浓，所以它整体的色调稍微有一点点暗。但是有点暗的话，它会显得更很通透。那写生的这朵花是这一朵花，大家可以截一下屏啊，3、2、1，我们的没有做大红可以加点鹅黄，可以加的，就是想它的亮一点啊，可以加点鹅黄。那我们加藤黄吧，大红里面就是大家想它亮一点，是不是想它亮一点？我经常大红是有加的啊，经常会有加一点红色进来，让它显得让这个红色更亮一点点啊。里面加一点藤黄可以加的啊，想加就加，不想加就不加。加不加它的颜色会有一点点色调上会有一点点区别。那我们在这个颜色里面加一点点啊，加一个大红，加一个藤黄啊，这里大红加藤黄。好，那我们再重新调一下颜色哈，先调这个珠标，然后调这个大红，然后调这个大红。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好，我们试一下颜色。
颜色相差不了多少啊，就是稍微再亮一点点啊，稍微比前面这个颜色稍微亮一点点啊。那我们开始画了。哎，我们刚刚说要画一个瓶子是吧？那我们先留一下这个瓶子的位置啊，先留一下大概的，你大概用手指画一下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手指画一下大概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开始找一个位置来画花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纸中线折一下啊，中线折一下比较好找到我们的第一朵花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在这一边，在这个地方画这第一朵花。中线朝下，然后偏左一点点的位置画我们的第一朵花。感觉调出来颜色和老师不一样，调出来跟我不一样也很正常呀。调出来跟我不一样，这就很正常，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这个颜色调的多少不一样。比如说底色咱们调的是浓稠度不一样，它出来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重新把底色搅和一下，重新调色，因为刚刚笔上弄脏了。来，我们先调一层朱砂啊，朱砂薄薄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啊，大概调的多高就看你的花瓣画多大。基本上你刚开始画这种塔式的嘞，就调到1/2、2/3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调一层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再调一点大红，调一层，再调一点点大红。大红调一点点就可以了啊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这是牡丹红，颜色都是这个花是比较浅色一点点啊，所以颜色不要调太多了，调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开始画我们的第一朵花。那这朵花它是一个塔式的，大家看到了这朵花吗？好，我们来画一个花瓣，基本上就要补充。好，我们的第二层可以小一点点啊，第二层可以小一点点，然后每一层的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每个层次的大小的这个变化。我们第二层画的时候，不要跟第一层的这个花瓣去重叠它，尽量不要重叠啊！万一我们重叠了，就会晕到颜色，会晕到一起，所以我们隔开一点点哈，尽量不要重叠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层啊，再来一层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也可以调深一点，然后花瓣也可以再大一点点。我们花瓣一笔笔的这样去点出来，它的花瓣会变化更多一点，会显得更自然一点，明白吗？我们为什么不用直接一条画一个大花瓣呢？因为我们想把这个花瓣画得更自然、更灵动一些，明白没有？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再来加这个层次啊。
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这个花心的位置啊，花心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找到花心的位置，其他的花瓣就沿着这个花心去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底下再来一层啊，底下再来一层。来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啊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深色。来，这里几个包起来的花瓣啊，几个包起来的花瓣，让它包起来。像这个大的旁边，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些这种叠加的啊，大的旁边可以来小一点的，小一点的旁边我们还可以继续有这个反面的也可以啊，反面画，反面的这个花瓣也可以，然后反面来了又可以再来正面的。还可以多来一些层次进来，多来一些层次进来，颜色上也要慢慢有一些少少的这个变化。好，这个直接把笔上的颜色都画完了，越来越浅了，越来越浅，因为这边就是虚的，我们这边的花瓣，这朵花的我们的把这个左边这里定为这个虚的，把这边画成虚的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先调一点点这个珠标啊，先薄薄的一层珠标，然后调一点大红，调一点大红。颜色画反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不要调太多了啊，因为我们到时候画正瓣的时候，颜色要更深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花瓣，这一笔把它压得很下，所以这一笔的话很大，那大就大啊，让它正好让它有这个大花瓣的这个大小变化。好，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画出一些这个叠加的这种层次感哈，一定要让它有层次。再补充一点点啊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。补充一点大红吧，再补充一点大红，然后再补充这个牡丹红。好，到底下，越到底下的花瓣我们要看着啊，越到底下的花瓣这个颜色越来越深，所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要注意，咱们在调色的时候要注意啊。调色的时候要注意颜色越来越深了，我们的颜色要慢慢的加一个度了，加一个色度了。好，往外的这些花瓣啊，这些反瓣我们现在还是在搭架子画这个反瓣。来，有小有大，有这种叠加，有小有大，有变化，让这个花瓣是不是画的特别粗啊？它画的太多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再不要往外延伸了啊！不要再往外延伸了，不然这朵花会太大了。要看着它，看着整朵花，就不要一直往外延伸，看着整朵花大概多大。好，我们可以来一些这个反面的啊，反面的。我们现在都是在画这个反瓣，搭这个花的架子。怎么画这些反瓣？我们好，这里画一个这个卷起来的花瓣啊，卷起来的花瓣。好，这个是这一层的这个中间和两边的基本上都画完了，我们要再画上面这个花心上面的这一些花瓣，正反瓣我们还是要把它画出来。这个上面的花瓣我们就不用把那个正反瓣都体现的特别清楚，就是但是还是要画出来，我们画的时候还是要画出来。来，反瓣这些我们就这样
侧锋往上拉就可以啊，侧锋往上拉就可以，因为这一部分不要把它画的那么实，不要把每一个正反半都表达的太清楚，因为我们花的话，一朵花要有这个虚实的变化。如果每一个花瓣都画的认认真真的，画的每一个花瓣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就整朵花都是实的，没有这个虚实的这个变化，它是不好看的，也不符合这个画理关系的。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，记得要有这个虚实的这个变化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好，我们这个架子基本上搭成这样差不多了啊，搭成这样子差不多。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塔式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我们现在要画虚的，我们试一下这个笔上的颜色是不是太多了啊？如果太多了，我们把笔尖去洗一下，要保持这个笔上干净啊，保持笔上干净。来，我们调色啊，调一点点朱砂，调一点点，这是朱标啊，说错了，咱们今天用的是朱标，调一点朱标，调一点点大红，我们今天来画这个虚的这一块啊，先把这个虚的这一块先画了，咱们先把这个虚的这一块，虚的直接这么去点啊，就用最浅的颜色，你可以笔尖来一点点牡丹红也可以啊。笔尖来一点点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正反半深的地方，我们来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但水分不要太大了。来，直接这么去点它。好，这个虚的花瓣直接这么去点它，点出一些这个比较碎一点的这个花瓣出来。当然，这个花瓣的边缘要有高有低，有长有短。那到最后我们再去调整也行哈，好，看到吗？这个虚的部分就这样子啊，虚的部分。来，笔尖沾一丁点颜色，就在这个盘子的边缘去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画了。盘子的边缘沾一丁点颜色，盘子这里边缘沾一丁点颜色去补充里面的这个虚的花瓣啊，去画这个虚的花瓣。好，虚的就沾一丁点颜色，不要沾太多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这朵花的虚的一部分啊。我们是先把这个虚的这一部分先画了。好，可以回一下笔啊，笔尖有一点点深色，稍微的回一下笔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虚的画完之后，我们要调一点点深一点点的颜色，调一点深一点点的颜色，调一点深的颜色，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瓣啊，深一点的颜色补充正瓣，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些缺口啊，把这些小的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，它的这个层次就出来了。我们补上之后，待会儿一看啊，它的层次马上就出来了。好，多一点牡丹红啊，多一点牡丹红，它的颜色会更亮一点。如果说你的牡丹红不够，你直接去调这个胭脂，它的颜色会显得很暗。所以这个牡丹红多一点点哈，牡丹红多一点，然后再去调这个胭脂，这个颜色会显得更亮一些啊。
好，把这个根部的地方啊，根部的地方补上最深的颜色，根部的地方补上最深的颜色，这样子它会显得更加有层次啊，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，我们先把虚的一部分画了。那现在笔上颜色很深，如果说你不想那么深，你就去把笔尖洗一下，你就看你调的地方啊，你想要深还是想要浅。好，我们重新把底色搅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珠标哈，一点大红，然后一点点牡丹红，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我们虽然说2次我们第2次画这朵花啊，但是每一次画出来肯定都是会不一样的哈。然后我们这边这一个大的缝隙里面，我们可以画多一些层次出来啊。画多一点层次，然后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，笔尖要保持有这个深色。好，这颜色要均匀啊，这一块有一点点不够均匀。好，我们接下来颜色要越来越深了啊！接下来我们画花的底下这些花瓣的颜色要慢慢的变深一点点。我们调色的时候慢慢调多一点点，然后我们现在是补充正瓣了，补充正瓣颜色要更深一点点了啊。我们看一下从哪里开始补啊？从这朵花颜色最深的地方。最深的地方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加多一点点，再加多一点，感觉不够，感觉这个颜色不够深，我们就再加深一点，再多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和胭脂，让它更深一点哈，把这些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，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，然后再加一点点胭脂，再加一点胭脂。缺口里面补点大红，让它里面有一点大红、牡丹红，还有这个胭脂颜色。补充这些地方要小心一点哈，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大笔一挥，只能小心翼翼的去画。啊，这个花瓣可以伸展出来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你看这个花最底下这个颜色最深，看一下我们的花的整个颜色的一个层次啊，一定要把整个颜色的层次把它体现出来。这个虚的在这上面一圈，这些都是这个花瓣的一个虚的，那中间这里都是实的，底下这些都是实的。虚的我们可以用笔很随意的几下就把它点出来，那么这个实的我们就要小心翼翼的啊，小心翼翼的把它画好它啊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正半补上啊。这个边缘我们稍微的提一下，不要太明显了。这种补正半就没有办法大笔一挥了，只能小心翼翼的去补充它。好，我们调完底色之后，还是重新调色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大红，然后调一点牡丹红，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大的花瓣，好不好？让它的花瓣里面有这个大小变化啊，这个花瓣让它很大的一个花瓣。来，笔尖蘸一点点，补充一点点颜色，把这个缺口里面补充一点点碎花瓣进来哈，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我们现在重新调一个颜色，不是重新调一个颜色，再把底色再调浓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现在把底色再加浓一点，把这个所有的3绿都加进去，把这个碟子里面的这个3绿都加进去，让这个底色更灰一点哈。本身这个底色已经很灰了，那我们就要让它更灰一点。好，我们来一点点这个朱标，来一点点大红，来一点点胭脂哈，底下的花瓣胭脂多用一点点。好，来一点朱标。耶，这一笔画大了怎么办？大了，长了就长了吧。来，我们再补充一点大红，把镜头拉高一点点啊。镜头咱们拉高一点，哇，这个花，这个画底下的花瓣把镜头拉高一点，不然看不到这个全局。我们现在画大花瓣，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，把颜色往上拉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啊。
调到整个笔肚上。每一次画同样一朵花也是会完全不一样哦，也是会完全不一样哦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并不是说我们画一样的同样一朵花，画出来就是一模一样的，可能这个区别特别大呢。好，底下这里来一层这个宽一点的、大一点的花瓣，沿着这个花瓣走。哎，边缘可以让它有变化一点啊，不要太齐了。然后这个反笔随笔的去回下笔，有的时候回下笔，让这个缺口让它有一些这个花瓣的这个缺口出现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我们后面的花瓣加一点焦茶，加点焦茶，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胭脂。底下的花瓣加一点焦茶。好，我们前面这个、后面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个一起把它包上来，这样子让它多一个层次啊，往前面包一下，前面的包到后面，后面包到前面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去补充点底色，然后调一点焦茶，调焦茶。来调了焦茶之后，调一点珠标哈，调一点珠标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胭脂，再调一点胭脂进来。笔尖颜色是最深的胭脂。好，这里面再来一个花瓣啊，这朵花画特别大。好，笔尖上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瓣沿着这边走哈，往这里叠加。好，再加一点点哈，再加一点点焦茶，加一点点珠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
好，这里这个缺口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点碎花瓣啊，加一点点碎花瓣，缺口还是要留哈，缺口还是要留着，不用把这个缺口都画满了。好，笔上有个颜色太深了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蘸掉一点点啊，蘸掉一点点，然后重新来调一下底色，重新来调一下底色。笔尖蘸一点点颜色，控制一下水分啊。笔尖蘸一丁点颜色，蘸一点点胭脂。这个缺口更深的地方加一点点颜色啊。到这个边上来，我们就把这个缺口留着啊，把这个缺口留着。然后边缘这个地方不够的话，还可以往上加一点哈，往上加一点，反笔回笔往上加都可以啊，回笔加。让它伸出来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回笔来调整这个花心哈，看一下还需要浇花瓣啊。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再加一点啊，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珠标，调一点胭脂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这里再加一点点花瓣啊。加一点点花瓣，不要太多。好，让这个花瓣，这个缺口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缺口也是一样，我们这里也是要留一个缺口。然后这边的这个花瓣呢，本身按照这个原画中，这个花瓣还要再往上升，再往外来一层。那我们就不要再画一层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花瓣加宽一点啊，不要再画一层，整个画面会太复杂了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加大一点哈，直接把这个花瓣加大。好，这个缺口还是留着啊，缺口留着。然后我们再回一下笔哈，来回一下笔，调整一下整体的外形。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花的一个外形，调整这一步也是特别重要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整外形特别重要啊。那我们蘸一点底色，直接用这个底色去调整啊，底色去调整外形。趁这个还没有干的时候，赶紧去调整，如果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就没办法调了啊。完全干了之后，我们就这个调就颜色融合不进去了，所以我们要趁它还是湿的时候，所以画这个花的时候，我们画熟了之后啊，我们到时候画熟了之后，我们的这个速度也要跟上，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回笔的时候去调整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说完全干了。有的时候你画太慢了，它完全干了之后，我们想去调整都没有办法调了，都调不了了，因为整个花都已经干透了。好，可以蘸一点，如果说你想要深一点的，可以蘸一点点胭脂来回笔啊，让它里面的颜色更丰富一点点。可以加一点点胭脂，或者是加一点其他深一点的颜色去回笔都没有问题。好，这朵花的整个的这个花型基本上可以了。哎，我感觉今天画不了这个玻璃瓶呢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画的太矮了，下面纸就是那一点点了。我们重新换一个构图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花心加上。花心用最深的颜色调最浓的颜色，不要加底色，加了底色这个颜色就深不了了。不要加底色，用最深的颜色去画这个花心的地方。
好，这个地方我们重叠的地方稍微点一下，让它融合，让它这个衔接的更自然一点点啊，让它衔接的更自然。来，有一些地方我们点的更深一点啊，让它衔接的自然一点啊。往不够深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底下这个根部的地方再加深一点。好，直接把里面最深的颜色啊，填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个花心要稍微等它干一点点的时候，如果完全湿的，我们这个花心融合不进去啊，稍微等它干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花心加上去。这朵花依然是很香啊，很美啊。虽然说这个底色很深，你看底色很深的话，这个花会显得更好看。我们要把这个花怎么画出它的通透感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这个4尺3开的还是太小了，4尺3开的纸太小了，画不下多少东西。来，再重新想一下怎么构图哈，重新想一下怎么构图。其实想画玻璃瓶也不是不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也能画下，也能画，也是能画得下的。就画一个这个大肚子，大家说画一个大肚子的玻璃瓶，画这种大肚子的玻璃瓶，这一朵配个什么颜色的花？这一朵花后面配一朵什么颜色？这后面要更深一点才好啊。我们用3青来试一下好不好？用3青来试一下好吗？简单一点啊，不要太复杂的颜色。我们来一个3青色好吗？3青加胭脂，我们用3青加胭脂来画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用3青加胭脂来画。画一朵朝着它的啊，看向它的一朵。就是我们画第2朵的时候，就不要太复杂的颜色了，我们稍微就是不用太去考虑这个颜色的这个复杂性。就是3青啊，我们现在就是用的3青和这个胭脂。3青和胭脂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非常简单的这个颜色啊，笔尖上要不停的去蘸一点胭脂，加一点胭脂进来，我们让它有半朵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花心在这里啊，现在这一朵花的花心在这里，看得到吗？还有一点带蓝色，这朵花我们可以加点底色去画。我们之前画这个蓝色是没有加底色的，我们这一朵可以加一点底色去画，不要画那么这个反半的时候我们画的浅一点点啊，3青加胭脂。
好，我们画一个接近太阳形的啊，接近太阳形的。好，我们来搭架子啊，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侧一点点的太阳形啊，有一点点侧一点点的感觉。好，这些离着花心这里再来几个花瓣，再来几个小花瓣。好，这个正瓣就画这么多吧，因为这朵花的话，它不是一个主花，我们的主花还是这一朵哈。好，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瓣啊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哈，颜色更深一点。好，来补充正瓣。补充正瓣基本上是用胭脂来，基本上是胭脂比较多。三青的话偏少，因为三青的话它没那么深，胭脂的话更深一点点。所以这朵花就是三青和胭脂两个颜色。这种颜色呢，是不是感觉它的颜色不够亮啊，不好看？那不一定说颜色一定要亮才好看啊，有的时候这种颜色会显得更加沉稳、更高级一些。好，注意这个两朵花的这个前后关系啊，两朵花的这个前后关系。
好，这里花瓣宽一点，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，看到吗？分了2节，说明我的这个颜色只在这里，没有调上来，没有让它均匀的调上来。所以说我也会犯这种错误。好，调3清哈，调3清和胭脂，颜色要把这个笔要贴着这个盘子，这样子去调，让整个颜色都往上晕，由深到浅的渐变。不能说这个胭脂只在前面一节，如果说在前面一节，这个光在前面一节，这个颜色就分成2节了，它也不好看。你看水分多大了，怎么会不淹呢？生鲜纸会淹也是正常的，所以说我们要能接受它会淹啊，会淹也是常理之中的。哦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。好，补充这个正半啊，这也是补充一个正半。有的时候可以回下笔哈，有的时候可以回下笔。好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后面的花瓣我们要更多一点点蓝色，让它更蓝一点点，让这个花瓣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渐变的颜色变化，蓝色多一点点，我们就用这个3清用的多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把这个3清多一点点，好，让它更蓝一点啊，让它更蓝一点。好，3清再多一点，让它稍微的更蓝一点，然后笔尖来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后面可以来一个大花瓣啊。好，笔上有点干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先来补充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补充3清，补充一点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把这个底色蘸一下底色，蘸一下这个底色。
当然刚开始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上面的颜色更浅一点点哈，更虚一点，更浅一点点啊，还是要蘸一点点三青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调色，调这个三青，然后调一点点胭脂哈，调一点点胭脂。来，往这后面再来一层啊，往这后面再来一层。好，这个缺口再补上一点点深色的，缺口最深的地方补充一点点胭脂。看，其实我的水分是很大的，你们能看得出来吗？水分很大。这里有点平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上面这里有点平，我们要把它改一下，把它调整一下。好，回一下笔啊，有些地方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，就不要让它不要让它这个上面不要让它平。这朵花也要配大呀，因为太小了，待会儿两朵花的大小不匹配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这朵花就特别大，看到吗？特别大，所以我们这边必须得大一点。要注意一下啊，这里两朵花相交集的这些地方特别的要注意，特别要注意。好，底下我们可以画大花瓣了，也可以画稍微小一点啊，先来一个小一点点的，再来大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画大一点的花瓣喽。画大一点的花瓣，我们的颜色上有一点点变化哟。好，我们底下的花瓣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再有一些其他的颜色，或者是颜色调得更深一点点。我们先画一个大花瓣先啊，先来补充一点底色。我再加一点焦茶进来，后面的花瓣我加点焦茶进来，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区别，就是三青和胭脂两个颜色。我们画大花瓣要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上啊，整个笔肚上都要有颜色。好，这个大花瓣啊，
好，这边再往这边延伸。好，一个大花瓣就解决了，一个大花瓣就把这朵花给画完了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三青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一点三青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后面再来一点点啊。看一下这个花瓣还要不要再加一点儿？不要加太多了，只能一点点啊。好，总感觉这个花瓣颜色不够深了，底下花瓣。再加一点点三青，加浓一点，调多一点胭脂，想把这个花瓣再复一下笔，让这个花瓣更深一点。复笔之前，我们先吸一下这个水，水太多了会融合在一起。想把这个花瓣更深一点啊，更严格来说是更蓝一点啊，想让它更蓝一点。不想让它很红白，让它更蓝一点，偏蓝一点，多加点三青，多加点三青，把它复一下笔，让它更蓝一点，偏蓝一点啊。好，这一朵花就可以了。这个现在是有点湿啊，等它干了之后它就好一点。这个颜色湿了它会有点反光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着它这里有点反光，不想再用多的颜色，关键是把它吸一下，吸一下。太多水分就会反光，把它吸一下会好一点。来，我们用这个胭脂啊，用这个胭脂把这个最中心的地方把它填上，填上这个花心的地方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是花心的地方，这两朵花的花心咱们都还没有画，咱们现在可以把花心画一下。你看它是这朵花看向这朵花，两朵花相依相偎的啊。这朵现在有点干了，有点干了之后干一点会更好看一点。我们画一下花心好不好？我们来画一下花心。我们找一下三绿，用三绿，前面挤的这个三绿没用啊，来用这个三绿，笔上不能水分太多了，水分太多的这个三绿。好，用这个三绿画这个花心哈，正中间，花的正中间画这个花心，这个是这个雌蕊啊，我们先画这个雌蕊。这朵花看一下啊，这朵花基本上是有一点正面啊，花心依然是要在中间。花心不用画的很标准啊，就点一些三绿在里面，然后可以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花心不用画得很细致，点一点三绿，大概看得到一点。因为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雌蕊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雄蕊给遮挡住了。
来这里一组。好，这个花心可以遮挡一下啊，可以有一些可以把这个雌蕊给遮挡住，让它产生一个前后关系啊。让藤黄对花心是藤黄加太白调和。调藤黄太白点花心的色要干一点啊，水分要少一点，水分多了你就点不成一颗一颗的了。好，一组一组的点这个花心啊。
好，可以有一些跳出来的啊，让这个花心更多更密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一组在外面躲住了啊。好，这个花心我们要花心点的有姿态一点，这个花的话更好看啊，为这个花添姿态。
来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加上花心的这2朵花，好不好看？少一点点花丝。